您看这个线都烧成啥样了？零线端子排，线都烧糊了，这块都烧断了，线鼻都烧断了。这是客户发给我的视频，让我带上线鼻子和电线到现场重新把线做一下。还有5分钟到达现场。这是干的第2个活，上一个活给人换了一个灯的开关，后面还有第3个活，都是朋友介绍的。这就到达了现场，发现他们的工人在接线，线头都已经做好了，压好了，正往零排上接。零线接混了，零线带电了，谁把火线给他估计接的时候接错了。他一般零线不会烧，他不会烧零线。接线的小师傅说，零线上带电，他认为谁是把火线接到零线排上，才导致的零线排烧坏，线头烧坏。这个电路一直在使用，然后烧坏了，而他这个根本不是零火线短路造成的烧坏线头。这是主零线的线头，这是个铝线压的铝通鼻子，这个没问题压的。而烧断线头这个鼻子不是铜管鼻子，就是不是液压，那一头已经烧坏了。零线断了以后会怎么样呢？会带电。小伙把带电的零线误认为是火线。这里还有线头，这是主零线的线头，压的线鼻子。你看这一段就不是。虽然挂了锡，但有的时候它接触不良，也会虚接发热，烧断线头。这下好了，来了以后完全不用我动手，人家自己就修好了。那我就撤吧，去干下一个活。下一个活也是同行介绍的，说家里的灯会闪，去看一下。你把闸拉下来了？把那个开关的要拉下来了。啊，灯的。对，灯的。要不它老闪。说家里所有的灯开起来以后会闪，打开配电箱看一下这个电闸下边有没有问题。我一眼就发现它这个线头可能没压好，虚接发热。哎呦我操！它下边的线是虚接的。可以把这个线头打开看一下。它这个线一个是4平方的线，一个是2.5平方的线，粗细不一样，压在一起。2.5平方的线细啊，压不住，导致虚接。你看这个线都烧的，虚接就会发热，线皮发热，这2个线都粘在一起了。这个2.5的线要重新做一下，估计火线也是。打开看一下，4平方的线，这个红的2.5的。也是虚接，有打火的痕迹，这个也得重新给它做个线头。在平时维修中，上虚接发热的故障很多，大多都是线头没压好。2.5的细线给它淤了一个大圈，零线也是淤了这么一个大圈。这样把这2根线同时压进去，就能压紧了。所以说，有的螺丝看着压得挺紧，但是里面的线头不一定就压实落了，所以说要用钳子去拽一拽，这样就可以合闸送电。电闸没问题，它这个不用换，这个样灯就不闪了。把所有的螺丝给它压紧，用着电很正常，突然灯就闪，房主也担心是不是家里的线路漏电，顺道给它查一下线路漏不漏电。首先可以确定它的零火线接的没问题，进线火线是零线，绿线是火线，但是粗线接的都对，这个没问题，正常使用。拉下电闸，确定都没有电。电笔一头测线路，另一头我用我的手去碰地线，就是测一下线路漏不漏电，看看电笔亮不亮，亮一下就不亮了，证明线路还是有轻微漏电的现象，不过漏的可能很轻。这个电笔不亮是正常的，亮一下是什么意思呢？用万用表，指针万用表测一下漏电。现在测的是所有的线路一块测的，是不漏电的，但是它的瞬间，在我测的瞬间，看表针，轻微的动一下，这个不影响使用，在正常范围之内，所以说它这个线路是没问题的，是可以的。
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前一个视频说这个电机烧了，是因为电机烧糖造成的烧线圈。烧糖就是电机的转子在高速运转的时候，磨到了线圈的铁芯，造成了这个电机的线圈烧坏。电机修好装上了，电机是15千瓦的电机，因为功率比较大，靠这个接触器直接吸合不行，瞬间高速运转，它的启动电流也大，对电机也不好。现在的运行电流是21.7安，但是瞬间启动电流很大，所以准备把它的启动运行变成变频启动运行，还是靠这个屏幕来点启动和停止。所以我这次来是给它装一个变频器，这个空间不大，只能装在这一边。变频器他们买来了一个新的变频器，它这个电路要求也很简单，就是变频器能启动、运行、停止就可以了。那就先把变频器装上，变频器后边4个螺丝，先装眼儿。其实发这些我不怕大家笑话，我这都不是专业的做法。装上眼儿固定上就行。电线走线槽，3根6平方的线直接从电闸接出来了。它原来接触器的线我拆掉了，这个包起来放里边，以后如果用还可以直接接上。3相电从线槽接进变频器，3相电380伏 RST， 这边 UVW 接电机，这是电机的电源线，3相电也接过去，接到变频器。它这个变频器接线也简单，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控制方式。这个接触器还有用它的触点 PLC 输出信号叫交流接触器吸合，原来是直接带动电机，现在要用到它的常开触点，就是一吸合就接通，给变频器它的一个控制端子一个信号，就相当于变频器的开关。怎么来找是哪一个端子？看这些端子，如果看不懂的话，一般变频器它都会带一个说明书，里面有这个接线图和使用方法。看这端子 COM 端和数字输入端 DI1 就可以，就是 DI1 和 COM 端连接，后面还有正转命令可以连接 DI1 正转运行。接完这根线要设定一下参数，等一下再看。我先把这个开关线接起来，2根线，这头接 COM 端和 DI1 线的那一头，接到了接触器的常开触点。随着接触器的吸合，它把这2根线接通，它就是个开关的作用，这样就可以送上电，给变频器通电。现在变频器运行不了，因为里面的参数需要改一下，即使接触器吸合给它运行的命令，它也不会转，就是给它信号它也开不了，需要修改一下它的参数，就是它的命令源，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让它启动。您得告诉他，我是用端子命令而不用面板来控制。通过端子命令让它启动，那就用端子命令通道，找到 A4001，会玩智能手机都会玩这些东西。按下菜单键进入一个参数 A4000， 找到 A4001。 A4000 是什么呀？阈值频率，也就是说是电机的运行频率吗？看一下50赫兹。01是咱要找的参数，要把里面的参数改成1。端子命令通道进入，它是0是面板控制，改成1，然后写入退出。往下这些用不用改可以看一下，其实我感觉都不用改，它这个电机要求不高，就是送上电慢慢的启动运行就可以。第二个就是调速，来看怎么调速。现在面板上有电位器，应该是11，它使用面板上的电位器11，用这个来调速这个参数不用动。再往下是加速时间、减速时间，它这个电机没什么要求，可以看一下。加速时间20秒可以，减速时间也20秒。
再往下，最大频率和上限频率都是50赫兹，这个也不用动。变频器里面参数都设置好的，看一下，哎，50赫兹，这些都不用动。往下看一下电机的参数吧，看有没有设定。主要是看一下它的额定电压、额定电流和额定功率，还有转速，找到相应的参数 ，A 次多少多少。你翻开一个参数，再按它就会自动跳到下一个参数。A 次200是0，普通电机啊，对。再看下一个额定功率 A 次0201，那多少？15千瓦。对，这个电机就是15千瓦。再往下，额定电压、额定电流、额定频率、额定转速。额定电压380伏，对，380。额定电流32安、30安都行，不用动。额定频率50赫兹，转速要看电机上的名牌转速，那个名牌看过了是1460转，看是不是？哎，对，电机参数不用动，这就行了吗？还有个参数吧？后面还有个参数 ，DIE 的端子功能，就是我刚才接那个端子线，让它来控制正转。找到这个参数，参数应该是1正转，看看这上面有没有改啊？这个不用改，01是正转功能，要是把01改成02，它就反转。差不多了，这些参数够用了，退出就可以了。调速可以调这一个面板上的电位器，一般都是全速运行，试一下。点触摸屏上的启动，一点接触器闭合，看一下变频器，从0赫兹慢慢的上升，电机也慢慢的加速，这样它就不会有那个瞬间电机启动，电流很大的一个冲击。看看到43，我刚才就设定到43，它这一个旋钮可以往上调，把频率设定到就是需要的频率，或者50赫兹都行。一般都是全速运行，直接到50赫兹，这样就运行正常了。停止按触摸屏停止键，让接触器断开就可以了。慢慢的停了，这样电机的转向、转速都正常。好了，完活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